金老板对他们私自出去的行为非常愤怒，他让小弟把老罗打了一顿。前台的阿珍也因为帮他们隐瞒，被丢进了地道。看到金老板如此暴力，赚钱提出要罢工，这个钱他不赚了。可金老板以他母亲做威胁，赚钱只能乖乖就范。这一次，金老板安排了几个小弟来监视他们挖地道。赚钱发现金老板心狠手辣，完成任务之时就是他被灭口之日，所以他没有把共用管道区的事情说出来，而且故意拖延时间，看有没有机会逃。但这点小心思很快就被金老板看穿，他让小弟暴力催工，动不动就打人。赚钱再也忍不了，他拿起煤气罐，以同归于尽相威胁，要逃出酒店。而这时，金老板拿着猎枪走了进来，在一阵混乱中，金老板气急败坏，没有控制住情绪，开枪打死了老罗。枪声引来附近的警察，金老板匆忙离开，赚钱等人也得以逃脱。从阿珍口中得知，金老板看似很有钱，其实他的公司面临破产，偷石油是他最后一搏。赚钱利用这一点，打算报复金老板，给老罗报仇。他和金老板重新谈条件，承诺会帮他按时偷取石油，但他的工资要提高到50亿，而且不可以派小弟监视他们。金老板现在已经没有退路，只能答应他。赚钱几人来到了之前发现的共用管道区，他们开始分工合作。菜鸟在管道上焊接了一个转接管，阿珍用电脑黑进了管道中心的后台，让他们的系统瘫痪5分钟。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管道中心有一种侦测技术，一旦开始钻孔，管道中心就可以马上查到他们偷油的位置，等孔钻透之后反而查不到了。接下来赚钱上场开始钻孔，因为这次偷取的油量太大，他选用了从没挑战过的2寸钻头，这比之前的1寸钻头难度大了好几倍。眼看5分钟时间快要到了，几个人都捏了一把汗，好在赚钱的技术过硬，顺利的钻到只剩1毫米，在压强的作用下，这1毫米很快就不攻自破。最后把输油管和水厂的输水管连接，石油就自动流入金老板的水塔。早已等在水塔的金老板看到石油流出，那是相当的兴奋。他说现在就把钱给赚钱送过去，其实他是准备杀人灭口。赚钱早就想到金老板这样的人不会兑现承诺，他已经提前通知了一名专抓油耗子的警察，等金老板一来，刚好就会被人赃俱获。本以为来的是整个大队的警察，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警察急功近利，竟然1个人前来，想独自揽下功劳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金老板带了一群小弟，把警察和赚钱都绑了起来，还安装好定时炸弹，将伪造成油耗子偷油，结果失误引发爆炸的假象，而且爆炸会引发联动效应，只要连接这条输油管的炼油厂都会发生爆炸，死伤者当然也会有很多。可金老板并不在乎这些，他要的就是毁灭大量石油，因为他通过贷款收购了很多石油，等大爆炸之后，他手里的石油将会不断升值。开启了定时炸弹，金老板就离开了。赚钱让焊寮打开焊接器，然后他用打火机点燃，忍着剧烈的灼烧感，赚钱用火烧断了绳子，他取下炸弹，疯狂地往外面跑，在最后时刻，他拼尽全力丢出，然后潜入水里躲过一劫。炸弹没有波及到输油管，最后金老板被抓获，而赚钱等人也仅仅被判了3年，因为他一开始给金老板展示了石油后，就把管道接在了旁边的自来水管，后面流入水塔的全都是自来水。他们出狱后发誓再也不当油耗子了，他们利用自己的技能创办了一家下水道疏通公司，赚的钱虽然比以前少，但这种干净钱用起来也安心啊。我是猛虎，下期见。